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我是董金橋，向所有收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問好，大家平安順心哦。也邀請大家呢，幫我們的頻道訂閱、按讚、分享。我們現在正邁向這個20萬大關衝粉中。好，馬上介紹這集的3位來賓。第一位是清華大學講座教授焦元廷，金橋好，大家好。第二位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健，金橋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金橋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歡迎3位來賓加入到我們今天討論。那節目一開始呢，濃濃的軍武話題，馬上要來看2026年有一場重磅的軍武呢，這個演習現在正在展開，就是環太平洋軍事演習哦。它從6月24號呢，會一路這個進行到7月31號，所以說比世界杯還要晚結束哦。那這一次呢，參加的陣容哦，雖然沒有世界杯那麼多，但是也不少啊，31個國家。然後呢，包含出動了40艘的水面艦、5艘的艦艇、上百架的軍機，還有超過25000名的官兵呢，一同來作用。那麼這一次這個擔任指揮的部分呢，也是非常的國際化。我們看到美國的海軍中將賈布隆呢，他是這個聯合部隊的指揮官。另外智利啊、日本啊，這個擔任副指揮官，加拿大來負責空中作戰，南韓這一次也很特別哦，他們扮演要職，擔任海軍部分哦，在海上作戰的指揮官，所以象徵的把這個各國指揮官、各個戰術項目的這個分散出去，讓美國還有這些盟友們的將領們來共同負責這樣的作業，也是現在整個環太平洋演習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讓美軍跟其他的不同的體系來做一個磨合。那至於這場演習劍指的目標呢是誰呢？雖然這個裡面的頭賈布隆他強調，我們沒有針對特定的國家，也不會有這個特定嚇阻對象，但是大家都很清楚，劍指的對象不就是東方的那一條巨龍嘛？只是沒有講明而已，大家都心知肚明。好，我們首先請教張教授，這一場演習讓這麼多的將領來共同領導不同的細項，我們怎麼來觀察這個美軍還有其他的這些裡面各種細項的運作？另外就是，如果真的不幸在西太平洋地區發生任何的風吹草動啦，小部分的區域衝突，那麼這套跨國體系現在練起來 OK， 但實際運作下來，你有觀察到什麼樣的利弊？我認為這個是要從很多方面來做切入，他們做分工，有空中的管制來分權負責，還有海上，甚至水下你要去管制，所以我就認為他們把這個多國的部隊，然後整合由美國當過總指揮官，然後下面讓其他的國家當個副指揮官，還有這個水面、空中等等，這個我認為是象徵性，而且這個演習是個驗證。那驗證的性質，看他們這樣子來做的話，可不可以推行得很順遂？但是我認為有好幾個問題要來做解決。第一個軍事文化，那我們從軍事文化來看。美國一向不管在1次大戰和2次大戰，都是美國來做總指揮，然後地面部隊、空中部隊也大概是以美國為主，其他的是屬於配合型。没錯，美國是主導型。你現在叫美國在某一個領域是由美國是配合型，其他的國家做主導型，美國的軍事文化能夠適應嗎？能夠聽從指揮嗎？所以我倒認為他們的協調性大於指揮性。是協調，我們要來協調。對，倒不是說他們由這個加拿大的或由韓國的這個指揮官來做指揮，我認為指揮上是一個形式上最重要的，他們是要去協調，是，不然你指揮他們能夠聽嗎？能夠是啊，有一個真正的共識，对，不同的語言，那默契也不一樣，因為每個軍種文化，各軍都不一樣，美國有美國的軍种文化，韓國軍种文化，加拿大有加拿大軍种文化，这个总共你也知道31個國家，那麼多的140架次的飛機。也包括了40艘的水面艦、5艘的水下的潛艦。那這個指揮起來，我認為現在美國已經建制完畢，是共同作戰圖像出來了。那共同作戰圖像出來了，他們在做這個分層負責來看。但是我們看呢，這個情報分享可不可以做得很好？我先從情報，那情報的都敵情分析，他們能不能之間這個各國之間能夠溝通，能夠共享這個戰區的軍事情報，可不可以？這個是最基本的，我們還沒有講後面還有複雜的。那這個情報如果能夠做完畢之後，緊接是2個問題的考驗：火力分配。你火力分配怎麼分配？是以自己當指揮官，自己國家的軍隊為火力分配的任務最重的人自己來吃嗎？還是以美軍？又不一樣了。可能美軍佔比最大，結果是由你來指揮，
指揮得動嗎？火力分配你指揮得動嗎？問題就卡在這個地方，可能美軍是主體，你結果是別人在當指揮官，我認為是困難度的來了，還是要又走回協調性，而不是走向指揮性。是第三個，後勤很複雜的，各國的後勤。那現在我們現在聯合作戰指揮，這时候我們知道彈藥、火力，還有這些傷患後送，還有這些我們講到搶險救急、滅火等等。打仗都會來哦，我們演習好像這個四平八穩，沒有任何的這種燈光炮火、哦。那真正的作戰是這個樣啊、哦。那你要這個後勤怎麼樣去解決？我們講到後勤，只想到的是好像是修東西，醫療後勤呢，傷患後送呢，野戰醫院呢，這個都算後勤呢。補保運衛彈都是後勤啊，很複雜。所以我要認為美軍在做驗證是很簡單，真正實戰要打起來就沒有那麼情況就沒有那麼單純。最後一個我講。敵我識別，敵我識別不要造成誤擊，搞不好自己人打自己人，真的，搞不清楚那個到底是我們的還是對方的、啊。那如果是我們誤判了，是我們的，結果對方我們把它當作我們的，結果我們被打了，那我們先把它消滅，結果自己人呢？敵我識別能不能達到他一個我們講到的共同的溝通管道，而不要造成誤擊事件，變成自己人打自己人。當然是聯盟作戰部隊，但是不同國家，結果這個自己打自己，造成戰力的這種損耗。波灣戰爭就有這個狀況。那所以我們來看，他這個在這個聯合作戰的這一次的海上聯合作戰的環太平洋軍演，我認為它是在驗證階段，倒沒有辦法到實踐，到這個實際上的運行的狀況。了解。好，這一次環太軍演啊，非常多的國家，3個國家，這麼多的單位，就像我們剛剛張教授講的，誤擊的事件啊。可能真的還是會發生的，這個不少見，包含這一次中東美軍也就有這個飛機被中東盟友給打下來嘛，對不對？那這場軍演的另一個重頭戲呢，就是這一次哦，他們要在太平洋海域連續3場實彈射擊，是真的要把船給打沉掉的哦。好，我們根據这個公布的資料來看，3艘列為這個靶船的退役軍艦，分別是2棲突擊艦貝里流號，還有神盾巡洋艦莫比爾灣號以及2棲的船塢運輸艦朱諾號。那這3個靶船對比的是誰呢？大家自己去細品哈。那在這一次呢，把這個昂貴的神盾巡洋艦給拉出來當做實彈擊沉目標，這就比較罕見了。因為近年我們在講美國的造船工業已經是非常的緊繃，量呢已經是非常的短缺了，結果要用實彈擊沉這樣靶船，還是不錯的靶船，然後這樣一個場面設計，酈將軍認為美軍想傳遞什麼訊息？環太軍演哈，難道是要對付外星人嗎？哦，大家不要以為我亂講。有一部電影拍的就是環太軍演期間哈，這個外星人入侵，然後聯合起來就共同來打外星人，這是美國好萊塢電影曾經拍過的情節。讓我們看一下哈，這次打的3艘靶船，它後面所代表的含義。第一艘哈，這個2棲突擊艦有將近4萬噸。那試問一下，在環太平洋周邊的國家哈，除了美國、日本以外，還有哪一個國家的艦艇有超過4萬噸以上的？那不就是中國大陸的山東、遼寧等航空母艦嗎？第二個，這個神盾級巡洋艦，那再試問一下，這個除了美國之外，包括日本、韓國都沒有超過1萬噸以上的巡洋艦，大概噸位數都超過1萬噸。那除了說中國的055大區之外，大概沒有這麼大的船。還有這個2棲船塢這個運輸艦哈，這個我們看到運輸艦，你就會聯想到這個中國大陸每次出來航母戰鬥群出來，一定有這個動91哈這個補給艦跟在旁邊。那很明顯的，這3艘這麼大的船，是不是就是代表這個解放軍一個航母戰鬥群？包括這個1艘航空母艦，然後1艘055大區哈，另外還有1艘這個補給艦。那很明顯的就是針對中國大陸的態勢非常的明顯，非常明白哈。那第二個，我認為這場環太軍演，那總共動員了31個國家，我想最後一個鏡頭我都可以預判得到是什麼鏡頭。他每一次演習都是最後那個鏡頭，就是美國的航空母艦走在中間，然後旁邊後面跟着大家排隊的各國的艦艇啊，跟在旁邊40艘船跟在旁邊，然後天空中有一架美國，中間的是美國的一架這個預警機啊，飛機個子最大，飛在中間，然後旁邊1排2排的戰鬥機跟在旁邊，這樣從空中擺拍的一個場合飛過去哈。
這很明顯就是一場作秀的場合了哈。大家也不要把它當作太認真。為什麼我講說它作秀的場合呢？我們講說這31個國家海軍作戰哈，如果說把它比照成球類比賽，你知道像什麼球嗎？就像是現在世界杯的足球比賽，對不對？好，你看一場海戰裡面，一定有這個制空作戰的，有這個水面作戰的，有反潛作戰，也有護衛的，也有電子偵察的，分工很細，才能夠組成一個整體的戰力。那足球比賽不就是這個樣子嗎？足球比賽我們看到有前鋒，這邊有後衛，對不對？後面還有守門員。那你說這31個國家，我們看這31個國家，不說我不否認，可能就像一個足球隊裡面。你有梅西，對不對？有 C 羅當前鋒，可是你的後衛是業餘的足球隊的隊員當後衛，那守門員是小學足球隊的代表在當守門員。那你想想看，這樣子組成的一個球隊，你怎麼去參加世界杯？就算是你碰到世界杯裡面這個第2輪就被淘汰的國家哈，可能你都踢不贏。就算你有 C 羅，你也踢不贏。那這次環太演習不就是像這個情形嗎？雖然說有美國很強的這艦隊哈，日本的海上艦隊也不過，可是你其他包括紐西蘭這些菲律賓這些參演國家來講的話，它海軍不是那麼強。你怎麼可以你如何去組織一個這種共同力量？你最起碼我們講打群架哈，大家這個實力都要差不多在蓋等，你才可以發揮團體的力量。如果你單獨1-2個明星球員，你是沒有辦法打贏這場戰。所以我覺得在這種狀況之下，哈，這個我覺得作秀成分巨大。那第2個還有一種目的，就是賣武器。這次我們看到韓國去展示它的這種驅逐艦哈，這個大王級的，它是不是有可能要向澳洲來這個推銷它的軍艦或推銷它的武器？我覺得當然美國是不是也要向各國来推銷武器？所以說我覺得這場是軍事上的一場大秀了哈。除了說是在政治上面啊，對中國劍指中國產生威懾的力量，第2個就是代表說是以美國為首，在環太平洋大家都願意配合美國來遂行一場聯合打外星人的戰鬥。第3個就是我覺得也有武器銷售的意味在裡面，因為趁這個機會把各種新型的武器，包括無人機啊、無人艦啊擺出來哈，可能各國利用機會都來了，大家來看看，利用這機會做武器的銷售。我想整個環太演習大概不外這3個目的而已。那你真的能夠達到戰術上的演練，我覺得那倒是其次的。是。好，我們延續這個李亮君的說辭啊，環太演習這次見的中國非常的明確。當然，在這個演習正式登場前，解放軍當然也了解，也早就動起來了。前段時間我們看到遼寧號航母編隊呢，在這個南海跟西太平洋的海空域哦，也先進行了預警的這個預測啦，岸海的聯合作戰，還有艦載機的飛行、制空、防空、對海打擊等等一系列的操演科目。在完成40多天的遠海實戰化訓練之後呢，編隊才返回到這個青島的母港，然後來到6月底了，看到美軍帶了這麼多小弟，帶了這麼多盟友盟軍又來示威了。那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張小剛他怎麼說呢？他說，解放軍始終對這一切的動態保持高度的戒備。好，岳老師怎麼解讀現在2大勢力軍事強權現在又在西太平洋繼續的角逐較勁，然後還是一個場面嗎？美國拉着一大堆小夥伴，然後來霸凌中國。我雖然不是軍事專家啊，但是呢，我從這個邏輯上來分析啊，這裡的話呢，這個海軍作戰呢是重質不重量啊，連人多不管用啊，這個是首先第一個的話呢，大家要搞清楚啊，這個雖然針對的是4萬噸級，講的是遼寧艦。那大陸另外還有這個山東艦，還有福建艦啊，就是遠不止於此啊。所以說呢，這個演習歸演習啊，那麼作秀的意味其實是蠻強的啊。那第2點的話呢，就是說呢，大家也可以了解，除了質量之間的一個差距的話，團結未必代表力量大。我們那個張將軍剛剛講的。那個就是雜七雜八混合在一起，美軍再強的話，也是需要你支援的時候，大家可以了解到，你作戰整個系統是強調統一為主啊。你一翻中國的歷史啊，這個郡縣制跟分封制就不一樣啊，分封制就不可以不聽你的，郡縣制就要聽你的，軍隊就這個道理，對不對？這是第2個非常重要的重點。第3點，我真的感覺到啊，光宗耀祖，與有榮焉吶，就是一國單挑31國啊，其實講起來就是中美2國的互挑，對不對？這個實際上情況呢，可以大家
這個針對這裡面的實際情況下做一個看法。這個大陸所表現出來的是老神在在，因為你是針對它裡面這個航空母艦當中啊，我們都知道遼寧艦就是這個瓦良格號裡面改裝而成的，原則上來講的話呢，是屬於一個準備型的一個航空母艦嘛。另外還有山東艦啊，還有福建艦啊，還有接下來的這個004啊什麼的等等。那大陸的海軍的實力遠不止於此啊，所以說呢，這個也不是量化的問題。那這個的話呢，也不是說對方的就31國感覺上力量就比較大啊，這也不是聯合國投票的問題，這個票數多沒有用的啊，這個實際上是一個實力比拼的問題。如果美國真的有這個實力，不會拉着這群小兄弟，包含菲律賓在內啊，什麼智利都跑來了，這個用處其實不大。那大陸本身心裡很明白，所以這老生在在的話呢，你看這邊有提到了福建艦啊，然後又提到了這個遼寧艦啊什麼的，就是回到了母港青島，這裡面就說明了一切。大陸基本上是對於這種環太平洋的聯合軍演根本就沒有在意的。了解。好，我們待會回來還有更多的軍事相關討論。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今天的節目呢，很多的海戰話題。剛才我們聊完了環太軍演呢，第二趴我們繼續來看中日的海上交鋒，現在矛盾再度升溫了，因為中國國防部直接點名了日本的海上自衛隊，說近期是動作頻頻，派出了艦艇、巡邏機對中國航母編隊進行近距離的跟監，已經影響到了中方的正常軍事活動了，還要求日本呢立刻停止這樣子危險行為的挑釁。好，那日本方面呢，他們則是搬出了國際法，強調自衛隊做的事情都是這個符合依據的符合程序的但真的是這樣嗎？我們來看中國的半官方智庫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劃，他們就公布了一個航機圖那個航機圖指出呢，自衛隊是陸續從一些地方，像是後木、包括陸屋、那霸這些基地在4天的時候呢，就出動了多達11架次的 P-1 海上巡邏機，而且從日本本土附近一路延伸到台灣的東部海域然後進行了非常密切的這個巡航監控。可見這個日本做這麼多，緊迫盯人，然後想情搜，想看一下解放軍現在越來越壯大的這個遠洋艦隊究竟在搞什麼事情所以一直想來看。那李將軍會覺得日本這一次模擬解放軍這樣可以突破第一島鏈的封鎖，甚至被外界視為很大的一個看點，就是遼寧艦跟安徽艦首次的雙艦合併這樣一個深度演習，哇，是不是太吸引人了？不看幾眼都不行，所以才被中方特別點名。這裡面有什麼文道？我們從美日最近的一場軍演叫勇敢之盾它演習的科目有一個科目叫做這個奪島演習就是如果說這個島這個被這個佔領之後，他們要2棲登陸作戰，再把這個島反奪回來。從這個過程，為什麼要特別做這個科目演練？以前是沒有的，那就是代表他們認為說第一島鏈的這些島，包括到這個宮古海峽，對，這南北2個島，或者是與那國島如果說戰時的時候，解放軍事實上是很容易佔領這幾個島建立所謂的反封鎖的陣地。我們從這一次遼寧艦為什麼跟這個075兩棲攻擊艦這個聯合做安徽艦做聯合的演習，事實上在之前解放軍它只是做制海演練，我們看到最多就是雙航母，但是從來沒有演練過說是航空母艦跟兩棲攻擊艦在一起演練。那這一次會做航空母艦跟兩棲攻擊艦在一起演練，我覺得很明顯的兩棲攻擊艦它主要任務就是登陸作戰嘛。那代表解放軍是不是如果說戰時的時候，為了這個如果日本跟美國聯合起來，將這第一島鏈作為一個封鎖的島鏈，在這邊部署的反艦飛彈或者防空飛彈，準備封鎖住解放軍海軍，不讓它進出第一島鏈的話，那解放軍是不是反過來我就直接將你這個島奪取了？這可能性很大。我認為這次是做這個。那為什麼一定要航空母艦跟兩棲攻擊艦一起做聯合的演習呢？
你知道2棲登陸作戰是很複雜的一個作戰行動哈，比制空作戰、比制海作戰還要複雜。為什麼？第一個，它要制海，它必須要在海上面，它要有反擊力量，要整個控制制海權。第二個，要有制空力量，制空力量除了說是空中整個作戰空域的這個空優讓它保持之外，它必須要用空中火力來密接支援地面登陸部隊作戰。除了要密接支援登陸部隊之外，他還要做主角作戰，也就是你若要反擊的部隊，我要將你主角在外面，讓你打在外面，讓你沒辦法來這個反登陸哈，這個所謂歸附作戰，我教你這些，譬如說是日本跟美國在夺取之後，他們如果說想要來增援的話，我要叫你拒絕在外面，所以空中來講任務很複雜。第3個部隊叫什麼？叫登陸部隊哈，登陸上去的部隊，然後之後上岸之後還有陸上部隊指揮官哈，地面作戰不會做，那整個是一個聯合作戰。那我們所以為什麼這次來講的話，我想遼寧號它負責的就是制海跟制空的一個作戰任務。那075兩棲登陸艦，這次它上面帶的有這個包括直20哈，直20F 反潛的直升機，也有這個登陸用的運兵直升機，也有對陸攻擊密接支援的這個作戰飛機哈。所以我覺得這次遼寧艦、安徽號跟這個跟遼寧艦一個航空母艦，一個2棲登陸艦在一起在西太平洋這個做這個演習，目的哈是不是在演練一個夺島作戰？那夺島作戰目的就是我認為解放軍未來在第一島鏈已經是反守為攻了。以前來講你封鎖我想辦法反封鎖，那這次來講不一樣。我認為說是不是就是對美國跟日本有個威脅？你如果真想把我封鎖在這島裡面，第一島鏈之內，我就奪取你幾個島，然後開放這幾個島，我的艦隊就可以自由進出這個西太平洋。難怪這個時候我們看到這一次8月份這個日美的聯合軍演裡面有一個科目叫2棲登陸。那我們以前會覺得奇怪，2棲登陸你到底要到哪裡登陸，對不對？在現在我想說，跟這次的這個遼寧跟這個安徽號哈聯合演練，應該很明顯日美兩國應該可以感受到，如果說解放軍是不是有這個演習想定和作戰想定，就是說我直接奪，如果說你在這邊部署島上部署這個反艦飛彈、防空飛彈，那我以前只是挨打的這種份啊，那現在來講，我就直接把這幾個島奪取佔領之後，那你就整個開放，整個島鏈整個就開放，可以自由進出海峽。了解，將軍剛剛幫我們分析了這一次雙艦合併的看點啊，其實講得很細了，包含遼寧艦負責制空制海，還有艦載機奪取空中優勢，壓制海面的威脅等等。那075安徽艦則是負責立體投送，還有低空突擊，當然還有最重要的就是2棲登陸作戰嘛。可以看到，這已經不只是一個單純的這個艦艇的編隊了哈，而是把陸海空要整合成一個遠洋的特遣打擊力量。想要幹嘛？把戰場推線到第一島鏈之外，甚至是逼近第2島鏈的方向。那這無疑就是美日安保條約這個守備範圍跟大後方啊，是絕對沒有辦法丟失的一個地方。所以現在日本對於解放軍航母編隊反應是越來越敏感，是不是察覺到呢？意識到跟過去好像靠第一島鏈限制住中國海軍的策略，8年前、10年前也許還管用，但是隨着現在中國海軍進步的速度太快了，下艦的速度太快了，他們已經感覺有點越來越過時了。要封鎖住解放軍在第一島鏈，已經是不切實際嘛？葉老師，你的看法？這個我把大家這個記憶力稍微恢復一下哈，就在5月28號的時候呢，那個時候我就是看到那個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呢毛寧有提到，就是說是日本跟菲律賓啊，要計劃把台灣東部的那個海域啊，要直接做一個劃分啊。那台灣政府的話呢，雖然是樂觀其成啊，但是我心裡覺得非常奇怪，為什麼呢？因為呢，大陸難道沒有反應嗎？大陸難道不知道嗎？這個不是台灣的這個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的海域不就是大陸的海域嗎？怎麼會容許你這個日本加菲律賓在那讓你劃分呢？那我現在呢，聽你這個消息一講，我就明白了，他們故意把美國拉下水啊。這個東部的話呢，就已經明顯的過了第一島鏈嘛，那大家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得清楚啊。這裡面牽涉到3方面的問題啊。日本的話呢，地圖一打開，日本整個過程是第一島鏈中最主要的部分。對，那麼這個是對它而來的嘛。這個不管是遼寧艦也好，或者福建艦也好，大陸的航空母艦的話，制空制海都是針對於再加上它的2棲登陸，那合起來的話呢，這個裡面當中就不排除有登陸日本的可能嘛。那第二點的話呢，就是說你不把美國拉下來的話，光靠日本跟菲律賓管用嗎？
他心裡非常明白啊，大陸本身來講的話呢，做這種萬全的準備。然後第三個的話呢，就是說那個時候我就覺得非常奇怪，因為5月28號的時候呢，宣布講說這個是中國絕對不能夠坐視不管的。那5月29號，大陸的那個海警船就出來了。那在這種情況下的話，我就覺得說，難道日本跟菲律賓一點遠見都沒有嗎？他們不能夠 foresee the future 嗎？對不對？那他就知道中國會有這種反應。原來我就發覺說，這個就是弄到台灣的東部的海岸，基本上意思也就是說，我們這個要有做事情，不可能也沒有辦法把這個大陸的海軍力量圍堵在第一島鏈裡頭。但是第二島鏈也還不至於的話呢，但是在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之間，美國一定要下來。美國如果不下來的話呢，那麼這個問題的話就沒法解決。而且實際上的話呢，大家要了解，以大陸的這種海軍的實力，日本是囊中之物啊。所以說把美軍拉下來的話呢，那麼對於日本來講，在安全上會比較增加一點，所以才會做出這種冒進的措施。那不管台灣政府怎麼講，對於大陸來講的話，這是個好消息啊，因為東部的海域的話，馬里亞納海溝海水很深啊，大陸的核能潛艇就剛好要停在東部啊，借這個機會好好探測一下。所以說這個整個來講的話呢，就是一個國際大陰謀。你看，在亞洲，日本想拉美國下來；在中東，以色列又想把美國拉下來，也是這樣，完全一樣的情況，完全一樣的情況，因為他們單獨沒辦法應對。了解，好，值得更多關注的焦點，還有本場演習的另一個重磅的亮點，就是運油20是飛的了。這一次他也參與了演訓，那他的這個任務啦，正如他的名字，專門就是為艦載機進行空中加油任務的。那代表解放軍正在演練航空母艦的編隊跟這個陸基空軍的協同能力。另外，直升機方面呢，也是有一些看點。網絡現在就流傳一張照片，是直20的模型照片。我们看啊，它在機頭的這邊啊，疑似有一個這個空中受油管的設置，就引發了大家的想象，說，如果直20真的具備了空中受油的能力，那它的任務模式將會得到很大的提升，包括這個多場域的戰術啊，就可以打很多嘛，比如說這個外圍的反潛圈啦，拉長這個偵察直升機的滯空時間，然後突擊型，甚至可以跨越這個跨區域的投送兵力，這些島礁、岸灘、高原山地都它可以來執行，大大的增加了直20能夠發揮的這個戰場的價值。好，那如果這個直20這一次也是他們在空中受油的這個測試的項目之一，而且這個油如果真的加上了的話，這對解放軍可以帶來多大的戰爭藝術？我想這個教授應該很了解。那我這分2方面來看。那對航空母艦起飛的歼15，那運油20對它只是空中加油，可以讓殲15的作戰半徑跟打擊範圍更廣，因為經過空中加油，它只要設定一個安全的空中加油走廊來加油跟受油，它就可以繼續延伸它的作戰半徑。這是對殲15來說來搭配的運油20，但是這個直20它是直升機，直升機速度慢，運油20速度快，可能直升機要搭配另外一形態的空中加油機了，不可以用噴射，因為運油20速度太快，直升機速度慢搭配不上，那你這個要搭配，你畢竟在空中加油的時候，一定速度要相等，你速度不相等要拖了，对，變成。如果是空中運油20減速，讓直升機能夠最快的速度，它最大速度它減速，但是問題是運油20它在滿油狀態下，它會失速啊，它會失速就很難控制啊。它有最佳巡航速度，但是它最佳巡航速度的時候呢，直升機跟不住，這個直20跟不上運油20，所以可能要用一個類似，所以中國大陸現在在發展一個。中型的運輸機，有點類似美國的136，我一看，是螺旋槳的，這個就是要對直升機加油。所以現在的這個直20啊，在它的右邊，你注意看它的模型啊，右邊有黑黑的、直直的出來的一個空中加油管。它先做，你不要到時候再裝，那時候再裝了變成购改，购改那也有成本很麻煩的。我先裝那個直升中型的運油，可能是運油30還是什麼，那可能不是運油20，來剛好來搭配，這樣子。這個直20，因為直20啊，它的留空時間大概就是最長大概4小時。那作戰半徑就來回啊，那最大就300公里。為什麼？它只有600公里，600公里有300公里，300公里600公里了。那你就變成我們知道，在海域作戰是廣域的，海面是非常大。你怎麼樣在做反潛？你要輻射出去，因為我這是航空母艦，輻射出去四面八方，看多大的海域，下面有沒有潛艦？那就變成要靠這個直20，那你留空時間越久越好，你不要
因為你要去做耕田式，輻射出去耕田式，結果你要回來要落箭要加油，不要，你一直给我反潛，我只要空中加油机上去給你加油，加完之後一加滿繼續4小時，我加一次啊，結果你4小時你可以飛8小時，一直留在天上，你就留在上面，你就去，你不要又跑回來，結果才這個我們講的反潛，你在水下對這個水下目標掃蕩啊，你才掃蕩了一部分而已。結果你就跑回來加油了，結果時間又過去了，然後又起飛，又到那個目的地，你又來回又去了，又減掉了半個小時。那去半個小時，回來半個小時，你1個小時沒在反潛呢？為什麼？你再回來加油又去啊？所以那你不要去，你不要回來，我空中加油机過去幫你加油，你繼續只是反潛，把水下的目標做一個水下掃蕩看看有沒有潛艦在下面，幫我擴清水域，因為。水上目標的這些船呢，不管是飛彈驅逐艦、護衛艦、巡防艦來看，一看雷達一看一目了然，水下你沒有辦法，因為現在又是崛起這個經濟系統，而且美國的所有的潛艦都是核動力的這個我們知道噪音值就比較低，不是那種柴油在那邊燒那個爆炸的，所以它的安靜聲呐要去抓它沒那麼簡單，那就要讓這個直20的。這個直升機啊，好好的把這個整個廣大的海域來做掃蕩，所以我是認為現在還沒有進入成熟階段，對，但是已經做規劃階段了。那要規劃階段要搭配，那飛機裝直升機直20裝空中加油受油管，那現在中型的空中加油機的螺旋槳的，類似美國西13洞。已經開始做了，所以它是雙管進行。所以這場演習來把這個科目弄進去，也是蠻有一個實驗性質在裡面。這樣對，那這樣子來做的話，來做驗證，它是在演習當中找缺點，他看到了水下反潛是短板。了解。那個直20出去要掃那麼大的面積，然後如果沒有空中加油，而且航空母艦是在動態的，你還在做延伸輻射出去，在做水下掃蕩，所以要有空中加油機才可以一勞永逸。殲15的問題解決了，直20的空中加油還沒有解決，所以他就是在演習當中、訓練當中找他的短板，針對短板來提升、來改正。好，謝謝教授。那我們休息一下，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再回到環球大戰線的節目現場，第3趴呢，我們要來看五角大廈的人事地震啊，這究竟是抗中鷹派的一場集結呢，還是在做意識形態的清洗？大家還記得嗎？我們回到2021年的時候，美軍當時在中東戰場吃了一個大虧嘛，然後呢，在阿富汗撤軍的當時啊，那個黑夜裡呢，最後一位登上 C-17運輸機的身影呢，就是這位美國的陸軍非歐司令部的4星上將多納霍。哇，他在阿富汗呢，基本上就是已經是當地的一個戰場傳奇了啦，所以很多這個豐功偉業，我們這邊就不贅述了。反正呢，他就是一個對於美軍這個歷史來說，在阿富汗戰場很重要的一號人物。當時的這位82空降師的師長，後來坐上4星上將這麼高的一個位置，那現在遭到赫格塞斯做什麼事情，要把他拔關跟逼退，人家沒有特別做錯什麼事情啊，忽然就做這個逼退的動作。但其實我們觀察到，自從川普內閣2.0成立以來，尤其是把國防部改名為戰爭部之後，不只是名字變得更激進，動作也用得更激進。赫格塞斯一上來就大刀闊斧砍了非常多曾經在美軍這個扎實派、穩健派的人物，然後也把美軍很多部隊文化，包含前陣子在提倡的多元包容這個 DEI 政策，反正就是全部掃蕩、全部改革，一直在做很多的這個事情。但是這一次動到了這位可以說是戰功赫赫的軍界大佬，這後面可能就有很多的人事故事，而且也引爆了美軍可以來說近10年來最大的一場人事風暴。於老師怎麼看？川普2.0政府找了這位赫格塞斯，以前也當過兵啊，也當過媒體人，但一上來就對這麼多為美軍付出汗馬功勞的人士都把他砍掉，這合理嗎？
我坦白講，我聽到這個消息，我都覺得說是一則以喜啊，一則以悲啊。我悲哀的是，一個將軍，一個4星上將，在這海格賽斯幹過這種事情太多了。大家還記不記得前一陣的話，蘭德喬治也是4星上將啊，也是號稱最有戰功的，最有戰功的人的話呢，被一個好像有沒有當過上尉，我都懷疑啊，全身刺青，然後的話呢洩露機密，然後的話呢做任何事情，一個節目的主持人就這樣子拔官開除，我都聽到這個消息，我都不敢相信真的，對不對？因為我們《孫子兵法》有言啊，這個夫將者哈是國之福也啊，因為這個國家要強盛，光靠我們學哲學的文人沒啥用，都得靠將軍啊，對不對？這個加入國際政治是講求現實的嘛。那麼現在的話呢，我分成3點來講這個事情啊。海格賽斯當這個戰爭部部長裡面所出現的荒唐啊，那第一個的話呢，就是說你這個本身的話呢，要反對DEI。反对DEI的話呢，是這個軍中的文化哈。你反對DEI的理由是什麼？各方面你都完全沒有溝通，就直接把什麼黑人啊、什麼女性啊什麼的，全部都開除了。那開除20多個人。曾經有一次的話呢，有個伊朗登出來，就說美國自己還沒打就垮了，自己開除的人多。然後第二個的話呢，前陣的理由的話，只要不順從他的意思，其實海格賽斯沒有什麼意思，就是川普的意思。川普的意思的話呢，就是主戰派，把國防部改成這個戰爭部，這是個很丟臉的事情，因為任何國家這個有軍隊的目的，止戈為武嘛，对不對？你就是要侵略別國。然後第3件事情的話呢，你這個什麼理由當中引發了軍隊的人事的大震盪啊！這裡面所出現的一個結果，其中非常嚴重。我感覺到很高興的事情是，發覺這中國要崛起了，美國就要很衰弱啊。如果美國很強盛，中國怎麼可能崛起？這個哪裡當敵人呢？那你現在把這個將軍拿來當成玩偶一樣，還不如拉布布嘞。對不對？拉布布你還珍惜，這將軍說滾蛋就滾蛋，4星上將說滾蛋就滾蛋。我的旁邊2位將軍，我都替他們叫屈，聽起來都難過，你知道嗎？因為我們整個軍隊的建立，我們的武器的購買，還有我們本身的一個傳統，對不對？剛剛我們張將軍啊，這個厲將軍也提到，軍隊有自己的文化，都從美軍建構起來。現在美軍成這個鬼樣子了，那就突然之間發覺這個文化好像有點不對勁了。那我們剩下什麼？還好，就是從《孫子兵法》，我們厲將軍是《孫子兵法》很熟啊，所以我只敢提一個開頭啊，他會有進一步的了解。有機會的大家多聽他講講。我覺得對將軍4星上將這樣子搞起來，實在是太難過了。因為我們小時候看到美軍，哪怕是看到個士兵，都覺得很威武。現在成了這個鬼樣子，我覺得這個講起來的話呢，我覺得是美國衰敗的一個象徵。是啊，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嚴重的事情。而且在部隊裡面的人士的話呢，士氣都非常低落。美軍的素質就是說，只要不吸毒的高中畢業就可以當兵。那現在的話呢，閱兵，美國前陣的閱兵走那個鬼樣子，那兵源都不足。那現在開口閉口要跟中國單挑。大家有空到大陸去看看，大陸的軍人地位什麼都優先啊，那就不要想着。是，好，葉老師剛剛提到，他觀察到美軍很多，不管是用人上啦、匪夷所思的地方啦，還是各種文化，其實都跟當年啊他小時候觀察到的美軍已經很不一樣。我們剛剛也討論很多這個環太平洋軍演的議題，當然。我們剛剛講各式各樣的船艦是絕對的主角，但是現在華府的智庫一個叫做蘭德的單位，它最新推出了一份兵推的報告，指出了一個非常殘酷的現實哦，就是一旦美中在太平洋戰區開槍走火的話呢，很多受損的這個美國的戰艦，它是根本沒有辦法在戰時迅速的修復重返戰場的。說白話呢，這些軍艦就是一次性使用，你受傷了。你就要請你回到美國本土去修煉，你不用妄想在第一島鏈盟友有充足的這個船塢容量，或者是政治意願來幫你修船。而且美軍的這個船艦出包的事件，真的不用發生戰爭，就已經這幾年陸續出現。我們看到引以為傲、被譽為最強航母的福特號火災之後呢，美國自己的媒體 CNN 說要整整修1年才能修好。另一艘航母艾森豪維號。這個也是遭到祝融啊，也是反正跟火都很有關係啊，導致了3名水兵受傷啊。最誇張的就是這個伊伯西號的核潛艦排隊等修啊，一等是多少？等了幾年，11年啊，最後乾脆別修了吧，直接退役報廢了。好，種種的問題都已經顯示，美國的造船廠整個量能哦，說難聽點，有點像這個。已經是吃到3高的病人了，整個都心血管都塞住了，好像隨時都會心肌梗塞一樣。這接二連三的警訊都已經告訴我們，美國造船業存在非常這個積重難返的懲惡問題。李將軍你怎麼觀察？不只是福特號失火哈，就我們討論這個節目前天哈，6月24號，美國又燒了一艘軍艦哈。我說給各位聽，美國前天又燒的是今年裡面的第7艘失火。
第一艘就是福特號嘛，我們都知道，在這個準備對波斯灣打擊的時候，這個庫房失火，然後失火以後，他現在後來評估哈，現在回去以後要修1年才會修好。第二艘是什麼呢？是艾森豪威爾號，也是航空母艦。第三艘是朱姆瓦特號的最新型的這種巡洋艦哈，再來叫希金號哈，再來前天燒的這艘是濱海戰鬥艦，2019年才服役的。那前天就又失火燒掉了哈，所以從這個過程裡面，我覺得不只是美國維修出了問題，甚至於他們軍紀哈也出了很大一個這個，我覺得軍紀蕩然無存吶。就是說偶爾一次失火可能是意外，但是1年裡面軍艦連燒7場，那就不是意外，那整個是管理結構哈，這個都出了很大問題。對，那在戰場上面，不管是我們陸軍的陸上作戰，或者是海軍的海上作戰，任何戰爭，我們講後勤，打仗打後勤嘛，後勤有4大要素。第一個要素就是要有補給哈，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補給來講的話，為什麼解放軍每次出去，他一定要帶着這個軍艦出去，航母戰鬥群出去，他一定要帶着這種補給船啊，我們講說大奶媽要帶着哦。那美國也在全球各地建立了補給基地。第二個是運輸哈。運輸有多重要？你不要以為海軍不用運輸，海軍一樣要運輸。這次美國不就在運輸方面打伊朗運輸出了大虧嗎？吃了大虧哈。他這個因為這個歐洲啊，包括到法國、西班牙哈，甚至於這個意大利不借給他基地，他飛機變成要從上面飛過去，那經過好幾次空中加油才可以到達中東。由於他這個補給方面，整個運輸的過程之中，這個困難這個比較多哈。所以我覺得也是造成他這次敗戰的一個理由。第三個是醫療哈，所以說海軍來講，我們看到一定有醫療船嘛。那個阿兵哥受傷，你要趕快把他救回來，人是最重要的資本啊。傷兵這個他的這種作戰經驗是非常寶貴也珍貴的，你把他救回來以後，他可以從事戰鬥。第四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保修能力。那美軍現在很明顯的，他保修能力是非常的不足。第一個，我們看到，如果說你要在第一島鏈、第二島鏈之間，跟中國發生衝突來講的話，你的保修路線非常的遠。你是不是要回到美國本土保修完以後，軍艦才可以開出來？那你說我利用這個日本、韓國來做保修，對不起，日本跟韓國以現在的武器，它照樣在解放軍的導彈的射程範圍之內，你是沒有辦法進這些廠來保修的。另外來講的話，除了這個保修，我們要有這個，尤其是要有船塢，要有維修廠。那另外還要有維修工人。那美國現在維修工人也很明顯的不足哈。這個不足到什麼程度呢？比如說我們講這個伯伊西號核航空母艦哈，它只是修船而已，就修到就直接報廢了。就沒有能力繼續修，供應鏈也出了問題，工人也出了問題，他就沒辦法繼續修。我再舉一艘船，好，你不要說修船的，拆船它都有問題，拆船都有問題。我講一艘船，企業號，美國第一艘核動力的航空母艦，它在2017年的時候就已經除役了，就已經進到船塢裡面去拆船了。結果你知道拆多少？到現在已經将近10年了，還沒拆完。他只有把核反應堆拆掉，整個核反應堆其實應該是最難拆的。那你拆掉以後，其他鋼鐵部分你應該很好拆，當廢鐵賣掉嘛。但是拆到現在還沒有拆完，所以他現在一直占着一個船塢，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美國的這種軍艦造艦速度會這麼慢，因為他這樣就空掉一個船塢，他就沒辦法運用。那沒辦法用的話，你不要說修船，你造船都出了問題。了解。好，談完這個海上航行呢，我們再來看在天空飛的。號稱最強的5代隱形戰機 F-35呢，厲害是厲害，成本也是很高啊。最近它的全任務執行率哦，一個驚人的數字，25%，已經低到這個程度。這代表什麼？就是每4架 F-35裡面呢，只有1架它是可以隨時升空來執行所有的作戰任務。那其他的不是缺零件，就是缺維護，反正就是躺在機庫裡面當這個飛行皇後。好，就是很特別的，就是現在我們不管是船，不管是飛機，美軍的一些基礎戰力，其實在今年的消耗來說，都已經是蠻捉襟見肘了。但是2026年美軍那是什麼？虎狼之師啊！看到左打委內瑞拉，右踢伊朗，而且眼中還盯着古巴跟整個加勒比海，感覺就是前方到處在點火，但你自己家裡卻瘋狂在失血，前線拉滿，後勤拉垮，這種非常極限的撕裂哦。所以張教授，你本來就是空軍出身，這個 F-35這個案例就反映出了美軍內部是不是在做很多決策的時候
感覺就有這種悖論的一個概念。美國以前都是双机種，比如說美国那個空軍做的這個 F-16，它有 F-15，F-15負責制空 ，F-16负責打擊。现在逆中戰機上有 F-22跟 F-35，是你知道美國都是雙機種，但是在 F-15跟 F-16的時候，那個時候數量都很大。那 F-35跟 F-22兩個逆中出來的時候 ，F-22做到180架停產不做了，成本太高太貴了，對，那就是 F-35。你注意看，結果現在就幾乎變成單機種了，都是 F-35在飛，F-22沒有 ，F-22妥善率更低，它每一個小時的飛行成本150萬台幣，哇，好貴哦！因為為了它逆中，這個零件換，那個要換，對，好，那就 F-22幾乎都不太出來，啊，對，都是 F-35，所以 F-35出勤率太高。那出兩個問題，第一個我們知道任何的東西哈都要有備份件，它備份件不夠。另外一個調撥件，我們備份件還有調撥件。我們知道我们車子啊4個輪胎，你不要忘了你後面還有個備胎，所以它的備份件是25%，1/4啊。對，你4個輪胎，你後面備一個，你注意看每一部車都有，那換句話說，你有沒有達到25%？這就叫備份。備份件完畢之後用完之後，你看調撥過來啊，調撥件，但是問題是。美國是大後勤，因為美國太大了，還有海外基地那麼多，它的調撥件不夠啦。美國一架飛機你要知道，一架飛機5萬個零件、零組件、組件、系統件加起來5萬件，你缺一個飛機好的，雷達好的，跟火控系統終點到了不好，你這架飛機要不要出任務？飛起來都沒問題，雷達可以抓到什麼，但是你不能發射飛彈，因為火控系統不對。那個已經過時，那個要換，裡面有個件啊，一個 module 要抽換，你沒有抽換，沒有說。那現在呢，美國飛行又變成了線上維修，在飛行線上是維修的。另外一個呢是廠級維修，你要進廠，廠在哪？廠不在這邊，廠在原廠。因為美國都是合約商，是，這是雷神的，這是 L3的，這是洛克希德馬丁的，這是格魯曼的，這是諾斯諾普公司的，這是波音公司的，這奇異公司，哇，太多了，都普惠公司都不一樣。每一個都有智慧財產權，為什麼我靠這個吃飯的？我這個技術會不會給你？所以美國空軍也不會修，那就要送到原廠修。問題出在這邊，所以你這個備份件 OK， 系統這個調撥件有沒有？沒有調撥件，一下就到點了，所以它的妥善率低，出勤率低，就變成這樣，而且又是 F-35，就這一個機型 ，F-22 在美國本土幾乎不出來的。所以你注意看，它整個是問題是出在這邊。那現在啊，這個大後勤完畢之後，我認為啊，美國要走上精準後勤，因為我也是管後勤，不要以為我飛行，我副司令我也是管後勤，結果要精準後勤。你有沒有精準後勤？這個飛機出了問題的時候，立刻送到人道衛星，立刻送到原廠。我這個地方啊，那個慣性萬向陀螺壞掉了，那個人道衛星會知道，馬上一個 pin 就給他，他就到那邊去，馬上要送過來。有沒有做到這個精準後勤？美國現在可能還沒有精準後勤，還是大後勤。是，那這樣的話，它就會啊，我們講緩不濟急。你線上出了問題，你沒有辦法做一個快速調撥，那你怎麼辦？那好，妥善率就一直下降，那就會變成拆拼。我這架飛機缺了一個，那架飛機是故障啊，要拯救，把它拆過來。我這一個那個，我們這一個那個。我們叫做我們叫做那個叫做一個馬達，渦輪馬達壞了，把它也調過來，就變成它一直都被拆來拆去。但是規定3個月之後內一定要它要飛過，不能一直變成拆拼機。好，那它要3個月快到，把這個東西突然還回去。東拼西湊，東拼西湊，就變成這樣子。對，那你這樣的話，東西壞，因為這有規定的，不然那就一直報廢了。不是這個樣。所以問題就是這個後勤呢，沒有走上精準後勤，是感覺到現在捉襟見肘，妥善率跟出勤率就會下降。是，好，謝謝教授幫我們的精闢點評。所以確實點出了現在 F-35啊，這個雖然量體很大，但是背後也存在很多的後勤的隱憂。我們休息一下，待會再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好，再回到環球大案線，我們最後一趴的討論呢，要來看到中東的議題哦。
美國跟伊朗和平協議的這個諒解備忘錄才剛簽沒有多久，荷默茲海峽又出事了，爆炸聲在響，而且這次被打的目標還是台灣觀眾都很熟悉，可能有些人的股票可能都有買，就是我們的航運龍頭長榮旗下呢一艘掛着新加坡國旗的船它叫做這個長利輪，可能是被無人機攻擊的，而且根據這個船舶的追蹤資料平台顯示呢，長利輪它當時是跟另外3艘船呢，他們当時都想要这个一同通過荷默茲海峽，而且很聽話是有按照這個國際海事組織 IMO 他們指定的航線，是說呢，你就是貼着這個阿曼這個沿岸來慢慢的走不疾不徐這樣慢慢的走。結果呢，船員就說他們都按照做法，但是伊朗海軍沒有透過無線電警告，然後呢也沒有要求他們船舶去做返航，反而是伊斯蘭革命衛隊直接放話說，只有依照伊朗指定的航行路線，你才可以安全通過荷默茲海峽。沒過多久，就派東西來打他們了，就出事了，然後就變成大家知道的事情。這次打到台灣公司旗下的船，革命衛隊演這一出，在這個美伊剛談完的這個還在持續拉扯的過程中發生這樣的事情，是不是讓人有點聯想到他們是不是在唱雙簧呢？革命衛隊扮演黑臉，然後伊朗的這個求和派扮演白臉，反正就是持續讓你這件事情沒有辦法落幕就是了。然後還是說革命衛隊真的就是已經是瘋狗流這個失控了，沒有人管得住他了。海峽只要看到人，見人就咬，管你是誰。這件事情，將軍怎麼分析？這次當然很明顯是故意打的了。故意打的。為什麼故意打？我們知道這次美國跟以色列聯合去打伊朗那現在川普這個他最糟糕一件事情。他沒有一個終戰指導，是這個你就說抽腿走人，你就抽腿走人了，留下這個荷默茲海峽這個爛攤子在裡面，可以說是荷默茲海峽現在可以說是一個戰爭的爛尾樓雖然在 MOU 裡面，這個美國跟伊朗簽了所謂的荷默茲海峽60天在這個後續的談判這60天之內雙方來講的話。都自由開放荷默茲海峽，對，但是不要忘了，伊朗有講一句話他說將來他荷默茲海峽現在是可以讓你收費，現在可以不收費讓你通過，可是未來來講的話，荷默茲海峽還是要歸他管理。我認為這是很明顯的，就是伊朗已經將荷默茲海峽當做他一個戰利品的，以後荷默茲海峽所有進出都這個所有的管理權、所有的話語權都在伊朗的手上。所以這次來講，我剛剛講到一個重點我們這條貨輪它沿着什麼？沿着阿曼是在南邊這個伊朗是在北邊。對，他現在伊朗要求是說，你必須要按照我指定的這個航運路線來走，也就是走北邊，靠近格姆斯島那個位置，從那個方向來走，這樣我才看得到你，我才管得到你。就你走南邊是我所不允許的，那你這條走南邊。他二話不說，一個無人機就出來。當從這個過程之中當然第一個很萬幸的，這條船並沒有船員受傷，這是很萬幸的，大概只有一些小損失。可是這個我覺得伊朗革命衛隊很明顯的就是告訴全世界，雖然說我們現在這60天的停戰期間，可是你必須還是要聽我的話。那我們後續看美國在這方面會不會有所作為？如果美國也悶下頭不講話的話，任憑這種事情讓它發生，我覺得就是美國很明顯的在這個就是拱手將荷默茲海峽的所有話語權拱手讓給伊朗。那之後60天之後，伊朗它是不是如他所要求的開始對荷默茲海峽來收費？他可能用各種名義來收費服務費、安全通過費或者是說這個導引的費用、引航的費用等等，他可以借各種名義來實施收費。我覺得伊朗在做這件事情，從這次的攻擊事件就很明顯的看得出來，所有船只都要按照他所規定的路線來走，不然的話他就攻擊。是，好，美伊之間的矛盾呢，遠遠不止我們看到在荷默茲上面發生的事情。之前聯合國還有各界都很關注，就是發生在伊朗境內一個女子學校被飛彈給擊中之後呢，釀成了175位無辜平民喪生的這個悲劇的調查結果。你知道美國總統川普他怎麼說的嗎？他說這個責任歸屬恐怕永遠沒有辦法查明了，還說目前沒有任何的證據指出這起攻擊是美軍造成的。但其實之前就已經有多家的英國、美國這些西方的媒體都已經陸續披露說，美國軍方自己的內部調查初步結果就顯示，美軍可能要對這一起襲擊負責，連自家的媒體都已經抓出戰犯給你看。但是川普總統你還要裝聾作啞，然後想在這個女校的悲劇上面草草的了結結案，
那包括伊朗的國會議長，他就嘲笑說，那美國你就是都只會說一些垃圾話，然後真正要你扛責任的時候，你又這個閃躲飄。那這是不是已經否定說，這個美伊雙方其實就算這個 MOU 簽了，但是還是雙方沒有任何的可信度這個基礎上面，就算備忘錄已經簽成，但是神權政府沒有垮台的一天，還有你這個以色列的生存危機沒有解決，納坦雅胡還是想要繼續拉着黎巴嫩或是伊朗這樣繼續把你幹死幹翻的情況下，一天沒有結束的話，你就算簽了備忘錄，不好意思，哪天風吹草動，就像剛剛我們在看到常立倫被打的時候，這只是小事，如果改天更大的事情發生了，還是可能說翻臉就翻臉，這個矛盾有沒有辦法化解？老師，不可能化解。我跟大家強調一下哈，我們是人呢，就要發揚人道主義啊。你做人的道理的話呢，就是要将心比心，沒有別的道理。那麼這個伊朗這一場2月28號這場莫名其妙戰爭，從一開始的前2顆炸彈啊，第一個炸彈的話呢，炸死的是哈梅內伊啊，據說了他是為了殉道，他不躲藏了。对。但是這個同一天的炸彈，就炸了一個伊朗的一個小學啊，那麼伊朗對這件事情的話呢，極其憤怒啊。那麼首先的話呢，就是第一次去談判的時候，前面座位全部空下來，都是這小學裡面死的7到10歲的小女孩，有人說是168了，有人說是175，反正不管怎麼講，死的人數非常多。我最近剛當爺爺，我有個孫女，我講這個消息的時候，我自己心裡感覺到就非常難過。為什麼呢？因為請大家了解一下，你這件事情的話呢，這個小女孩何辜啊？小女孩為什麼要因為這個偷襲而死掉呢？對不對？那麼美國當時就承認講說這是7年前的地圖，這個讓大家想起來1999年的時候啊，美國的話呢轟炸中國駐這個南斯拉夫的這個大使館貝爾格萊德的時候，也是講說拿着舊的地圖，其實主要的目的的話呢就是攻擊嘛，你是炸死人家，炸死人家的話呢，那你起碼要做調查吧，你不能夠事先就是先未審先判，你說調查的結果永遠得不出來，你自己不敢面對這個事情，你是不是人呢？啊，川普是不是人呢？你人家的死的小孩，要是你自己的孫女被炸死，他不是有個孫女會講中文嗎？要是突然被炸死，你是什麼態度啊？對不對？你從這個情況來講，你這一次這個世界杯踢球的時候，那個伊朗人每個人都把死了多少小女孩寫在衣服上啊？為什麼？這是個仇恨啊！這個仇恨怎麼可以忘得了？你要了解啊，為什麼中日之間的問題這麼複雜？就是因為南京大屠殺的日本人太狠了。對不對？那你這次基本上有點莫名其妙，你講不出任何理由。你現在的話，人家還被調查，你居然說永遠不會得到真相，你這個意思就是想要規避責任。但是人命關天，你怎麼規避了責任？所以說你現在講，所以說那個哈里卡夫也好，就是說他們的議長也好，或他們的外交部長阿拉格奇，他們也講明了，你美國的話只會注重自己的利益，你有沒有想過這是人命啊？我跟你講，阿拉格奇講這句話目的，他不是講給美國聽的，他講給伊朗人聽的，就是一定要激起眾怒，要拼到底，就這種情況。是。好，剛才岳老師也是講的這個心有戚戚焉啊，因為畢竟自己也是當這個祖父爺爺了，對這種感覺特別敏感。那我們都知道戰爭嘛，一定是會有不長眼的飛彈。那雖然打到伊朗這個小學175人身亡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啊，真的是很難過。但是這場戰爭也充分證明了，就是飛彈有時候真的是不是說你指哪打哪，它真的會偏差的。當然有些是故意的啊。我們就看到美國對中東盟友的保護傘呢，就也同樣是不是密不透風的。這一次多少的波灣國家成為了伊朗發洩的怒火，管你多奢華的杜拜、阿布達比，我要打你，我還是打得到你啊！就讓阿拉伯世界看清一件事實啊，就是說哦，美國的這個保護傘好像也不是那麼管用嘛，而且重點是。美伊圍繞這個諒解備忘錄進行的協商是沒有涉及到彈道飛彈的議題的，而且包括伊朗的總統裴澤斯基安他也證實哦，諒解備忘錄沒有關於伊朗飛彈的討論，而且也永遠不會有。等於是你這個進攻武器沒有一個討論的框架，那你這不是談心酸的嘛？那未來是不是這樣的事情還是有可能繼續發生？而且對中東盟友的保護承諾，你不就成了美國的一個渣男的言論嗎？我說要保護你，但你挨打的還是你啊，你自己去想辦法。所以我想問一下張教授。現在未來這些中東海富裕的石油國，他們是不是已經認清了雞蛋不能放在美國你一個籃子裡，找中國也好，找更多的勢力也好，建立一個多邊的安全架構，是不是才是一個好的替代選項？我認為這一次美伊戰爭對這些美軍駐在的中東的這些國家來看的話，他們可能會做一些戰略調整，因為這一次伊朗的這個不對稱作戰、不对稱的報復，讓這些中東的這些國家也受了多少多寡不一的損失。你看呢、啊？你包含科威特、卡達、阿聯酋，也包括阿曼，也包括
我們所提到的沙烏地阿拉伯都受到攻擊。對，那受到攻擊，那結果他們是打的是美軍，結果我也受到傷害啊。因為伊朗會說，他從你的這個國家起飛的這個飛機啊，還有所發射的這些飛彈啊，對伊朗實施攻擊，我當然要報復啊。那這樣講，它也合理啊。你來攻擊我，那我當然要回敬啊，是這樣子啊。那他們會認為，我認為或做3個戰略調整。第一個，他們這些國家經過這次伊朗戰爭，會向伊朗妥協。對，因為我們不要再得罪伊朗，給錢。對，我們不要得罪，我們該給的給，要這樣子，就跟伊朗的這種氣氛要反合。第二個，美國的軍售太貴了，又慢，可能這些中東國家可能會向中國大陸找第三方，你又貴又慢，那我不如向中國大陸買又便宜又快的。第3個，我認為他們本來是歡迎美軍駐軍，那現在可能調整被動跟觀望。